和最爱的人一起过年，是我此生最大的幸福。沈木林，对你来说，我到底算什么？你让我觉得，我就是全世界最大的笑话。祝你们新春快乐，百年好合。林轩，你在朋友圈阴阳怪气些什么呢？你知不知道，因为你要来吃年夜饭，颜值强忍着胃疼，给你做了阿姨最爱吃的锅包肉。明知道年夜饭我都不去了。我爸妈邀请你们来吃年夜饭，是要商讨我们的婚事。你要是因为这点小事跟我闹，我看这婚事不谈也罢。好，不谈了。林轩，你什么意思？沈木林，我们分手吧。就因为这点小事，你要跟我闹分手？我肚子有点疼，不能先做。行，分手就分手，你别后悔。妈，对不起，如果我当初再坚持一点的话，你就不会。阿轩，都7天了，怎么还没想起啊？我们已经分手了。宁轩，你能不能别闹了？除夕夜那天颜值犯了胃病，我不能不管他。你不懂事也就算了，你妈也惯着你。我不许你这么说我妈！你简直无理取闹！你知不知道我爸妈为了准备年夜饭准备了多长时间？要不是颜值极力接生，咱们两个的婚事早就黄了。7天以后，咱俩的订婚日，这可是颜值极力争取来的。不需要。宁轩，你疯了！你疯了！我是疯了！在你把我妈扔在半路的时候，我就已经疯了。宁轩，你能不能别闹小孩子脾气？我只是把你们放在半路上而已，阿姨又不会介意。你知道阿姨有多疼我？是，她是很疼你。你一是想喝汤，她就凌晨4、5点去菜市场买最新鲜的食材。以前家里请的佣人打扫的不够干净，无论刮风还是下雨，她每天准时准点来收拾。上次你发烧我不在，她为了照顾你彻夜未眠，差点引发心脏昏厥。同居7年，7年，我妈在你身上倾注的爱不比我少，所以她在接到儿子，你们家邀请吃年夜饭的时候，好看。为了给亲家留一个好印象，她拿出了这条10几年的旗袍。妈没有那么娇贵。你呢？啊？你怎么做的？妈！你为了顾颜值，不顾一切把她扔在路边，这才导致她。你为了顾颜值，不顾一切把她扔在路边，她可……什么？颜值喝醉了，醉倒在路
马上过来。阿轩，我只是把颜值当做弟弟，我爱的人只有你。我现在有急事得出去一趟，7天以后是咱们的订婚宴，你好好准备。沈墨离，我们没有订婚宴，也没有以后了。母亲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去趟普罗旺斯。接下来，我会带着您的骨灰来一次全球旅行，最后一站就定在普罗旺斯。林先生，6天后是公司的新品发布会，需要您上台讲解一下您带领团队研发出的新品。好。毕竟是我多年的心血，也算是我临走前跟同事道个别吧。下面有请我们的新品讲解人上台。宁轩，你不用上去了，这次演讲我安排了颜之。顾颜之，他有什么资格上去？各位来宾，我代表沈氏集团欢迎你们到。下面由我来为大家介绍我们本次的新品。沈总，明明宁总才是项目的总负责人，为什么让你的助理上前？是啊，宁总在这个新品上付出了无数心血，没有人比他更有资格上台。宁轩已经是业内巨擘，不需要这些华而不实的名声。但是颜之不一样，他是新人，比宁轩更需要这些资历。既然都已经安排好了，为什么要通知我来参加发布会？你之前一直跟我闹脾气，打你电话你也不接，今天叫你过来是想问你，明天的订婚宴你准备好没有？订婚？你连我这么多年的心血都给了顾颜之，你还有脸跟我提订婚？宁轩，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我只是把颜之当做弟弟，你能不能不要在这无理取闹了？再说，你敢不跟我订婚，你妈那儿都说不过去。我妈？你还记得我妈呀？我怎么可能把阿姨忘了？哎，对了，为什么阿姨最近手机一直是关机状态？从你为了顾颜之把她扔在半路开始，她就永远不会接你电话了。你什么意思？哦，你妈就因为我除夕夜把她放到半路就生气了？我还以为阿姨不是那么小肚鸡肠，现在看来跟你……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我妈！宁轩，你打我！宁总，谢谢你给我这次机会。颜之，没外人的时候，不用叫得那么正式。好。莫离，你脸怎么红了？还不是被宁轩。从今日起，我将退出沈氏集团。宁总不会真的要辞职吧？哎，宁总努力那么久的心血都被送人了，不走等什么？批图痕迹这么明显，真把我当傻子。无所谓。宁总发微博说要退出沈氏集团，如果没有宁总的技术支持，新品接下来销量不知道会有多惨淡。快看股票，原本疯涨的沈氏股票，现在开始跌停了。宁轩，你为什么要发那条微博？知道公司造成了多大损失吗？顾助理不是说了吗？他才是新品负责人，有他在，我离不离开有什么关系？宁轩，你能不能别这么任性？不好了，沈总，顾颜之要跳楼自杀。你说什么？颜之，
我对不起沈总，我也对不起公司。明轩，明轩，你赶紧把之前发的微博删掉，再声明书误发。宁总，对不起，我不该抢了你的功劳，但我不知道有什么办法，我只能以死谢罪。哎，明轩。明轩，你一定要逼死我，才能原谅颜之吧？7年前确定关系时，沈家不同意，是你拿出水果刀以死相逼，才让沈家服软。当时你脸上的决绝，和现在一模一样。只是现在，你守护的不再是我们的爱情，而是不义。微博已经删了，满意了吗？满意了吗？颜之，他已经把微博删掉了，你快下来！快下来吧！下来！你太冲动了，你知不知道你要是真跳下去，我会有多伤心？对不起，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了。不是你的错，都怪明轩，他太小肚鸡肠。就因为除夕夜我把他妈放在半路上，竟然连公司的损失都。这个，你昨天让我查的资料都在这儿了。辛苦了。顾颜值演的这出戏，果然有目的。你帮我个忙，我走之后，这个资料还有这个盒子，交给沈木林。行，走了。欢迎大家在百忙之中来参加小女木林和女婿林轩的订婚宴，欢迎大家！一个订婚宴包下了海边唯一的6星级酒店，沈总大气。那也是他们沈家的这位女婿值的呀，因为他研发的新品，现在沈氏的股票可是在持续暴涨啊。当初你选择跟宁轩在一起，我和你爸呀还不同意。现在看来，还是我闺女眼光好。阿轩，今天这么多人来见证我们的幸福，待会儿你和阿姨看到了，一定会很开心的吧？木林，宁轩怎么还没来？这么重要的场合迟到，他到底有没有把你放在心上？对呀，阿轩和亲家怎么还没来啊？帮我打个电话问问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。打不通。除夕夜那天缺席也就算了，今天竟然也敢迟到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暂时。就因为除夕夜我把他妈放在半路上，竟然现在都不接电话，这也太任性了。宁轩他根本就没有把你放在心上，这种男人咱不要也罢。你给大家赶紧说一声，订婚宴取消吧。不行，我去找他。木林，沈木林，如果你要去找宁轩的话，那你不用去了。不用去了，就因为我把他妈放在半路，就要跟我这么闹，真是好脸给多了，惯他的臭毛病。
这是宁轩托我交给你的东西，他还让我告诉你，他已经彻底离开你了。彻底离开我？他跟我在一起7年，舍得吗？他妈也真是的，看宁轩闹成这样，也不知道劝着呀。宁轩没来，却让人送来了2样东西，这东西一定有问题。顾助理，顾助理，你怎么了？言之，你胃病又犯了。言之，来，送他去医院。沈小姐，去医院之前，我想请你先看一下这份材料。滚开！各位没事啊，没事。来，大家就坐。没事，我吃东西啊，喝酒，快喝酒。据悉，原本将于今日举行的沈氏集团订婚宴，因新娘助理突发胃病，将推迟举行。沈木离，你连我最后一次送你的东西都懒得打开。从今日起，我将退出沈氏集团，且有依于沈木离定，祝他和顾嫣之百年好合。顾嫣之，你私自挪用公款购买沈氏集团股票，上一次你让沈木离逼我删除微博，这次不知道你打算怎么办？景先生，景先生，您上次托我查的顾嫣之的胃部状况已经查到了，您请跟我来。言之，你终于醒了。木林，抱歉啊，今天你订婚还这么麻烦你。说什么傻话呢？任何事情都没有你的身体重要。你赶紧回去吧，要是宁轩发现你不在了，又误会我是故意的。他最近总是乱吃肥醋，今天我就留下来照顾你，不惯着他那冲动。真的？今天我就留下来照顾你，不惯着他那冲动。真的？这不太好吧？没什么不好的。我们在一起7年，他怎么可能说放下就放下？晾的几天，他自己也就灰溜溜的滚回来了。林轩呢？林轩在哪儿？爸，怎么了？我问你，你不是说昨天林轩宣布退出公司是和你闹脾气吗？你看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木林，怎么了？宁轩为什么又发这种微博？宁轩为什么又发这种微博？我还想知道林轩怎么又一次发这样的微博。木林，你真的和林轩分手了？我们两个7年的感情，怎么可能轻易分手？不过自从除夕夜我把他和他妈在半路放下之后，他就一直在闹脾气。抱歉啊，那天我不该放给他，不然。胭脂，你没事吧？胭脂，是他太小气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木林，我去找宁轩，如果他能原谅我，我可以给他跪下道歉。胭脂，不是你的错，凭什么你给他道歉？你好好休息。可我不管是谁的错，你立刻把这个问题解决好。你知道自从他发了这个微博以后，沈氏的股价跌了多少吗？好，我来解决。木林，你要干什么？他能发微博，我为什么不能？还好沈木离够，否则股票价格大跌，我挪用那些公款还不上，怕是要坐牢。宁轩，我限你半小时内删除和我生气发出的微博，否则你就这辈子都不要出现在我面前。宁轩回复了，让他也不敢。
怎么可能？石木林，谢谢你从此不再打扰我的生活，我们永不再见。怎么会这样？我去找他。顾先生，您之前在我们交易所买了巨额沈氏股票，今天受舆论影响，股价暴跌。这边想询问您是否立刻抛售，以减少损失。不卖。宁轩，你跟沈木离7年的感情，我不相信你会这样轻易的放弃。不就是想让我离开吗？啊？我成全你。那人不会要跳楼吧？颜值，顾言之，我还以为你有什么新的办法能挽回股价，结果又是故技重施。顾言之之前的体检报告果然是假的，麻烦帮我送到沈木林那里。沈木林，我很期待你看到顾言之的检查报告会是什么反应。有人要跳楼，大家猜猜会不会真的跳下去？当然不会啦，要想跳早就跳了，用得着等到现在吗？颜之，你快下来！我对公司造成那么大损失，我是公司的罪人。不，这不是你的错。宁轩，如果你能看到直播的话，请你相信我和木离是清白。等我死以后，什么死不死的？颜之，你千万别想不开。我真的没有其他办法。我对公司造成那么大损失，我只能以死谢罪。宁轩，你赶紧把微博删掉，要是颜之出了什么事儿，我也一起从这里跳下去。田小姐，请别着急跳，我刚拿到顾言之的微博检查报告。颜之每年都做体检，检查报告有什么？顾言之以前的检查报告都是假的，他根本是没有微博。你说什么？颜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木林，假的，那个报告是假的。所有检查报告在医院都有存档，如果你怀疑它的真伪，随时可以去调查。所以你之前所有的味道都是装的？不是的，木林，现在有很多胃部记忆是查不出来的。原本你是我活着的唯一支撑，如果连你也怀疑我，死了，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东西。哎，别！沈小姐，就算他顾言之真的要跳，那也不是因为你。你什么意思？你可以先看一下这份资料。假的，木林，那个资料是假的，是宁轩吃醋污蔑我的。你闭嘴！木林，你怎么了？木林，你要干什么？顾言之，你不是要跳楼吗？你跳，你现在就跳！你到底在说什么呢？你跳啊！你为什么不跳？你不跳是吧？好，我帮你。你真的想让我死是吗？你私自挪用公款，全部都用来买了沈氏集团的股票。我之前竟然真的信了你跳楼是因为愧疚。不可能吧？我做的很隐蔽吧？假的，这些都是假的，都是假的，假的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不想坐牢，我不想坐牢！我竟然因为他装胃的，把穿的那么少的宁阿姨放在冷风里等出租车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不想坐牢，我真的不想坐牢。没那么严重，我们就带你回去做个笔录，最多批评教育一下。我陪你们走，我陪你们走。只是要跳楼，当然不会坐牢。
但你私自挪用巨额公款，不进去采个10年以上的缝纫机，我看你是别想出来。他还涉嫌挪用公款，证据就在地上，刚刚被他撕了。不过没关系，很快我会再打印一份送到这里。静涵，我没得罪过你吧？你什么要这么挑我？是，离开了，离开了，拿了。宁轩在哪儿？他现在在哪儿？你现在相信宁轩吗？昨天你为了顾言之拿刀逼他删微博的时候，你干嘛去了？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告诉我他在哪儿，我去找他和阿姨当面道歉。宁轩被你彻底伤透了心，他已经决定彻底离开你了。不可能，我和他7年的感情，我不相信他说放下就能放下。就算他舍得，阿姨也不会同意的。他在哪儿？你告诉我他在哪儿？宁轩离开之前，并没有告诉我去哪儿。不过，他不是给了你一个白色的盒子吗？对，或许那里面有答案。盒子，他还给我留了个盒子。盒子呢？之前放在这儿的白色盒子呢？盒子，张姐，哎，经理，之前放在这儿的白色盒子呢？白盒子？对，之前就放在这儿了。哦，想起来了，里面有张纸，但是我不识字儿，我就当垃圾给扔了。扔了？扔哪儿了？垃圾桶啊！这堂堂沈氏集团大小姐，竟在这翻垃圾桶？对呀，怎么回事啊？这么好的盒子，竟然当垃圾扔掉，真是糟蹋东西！你确定是扔在这个垃圾桶了？确定啊，我就扔在那个里面了。马上查监控，我要知道那个白色盒子到底在哪儿。好，马上安排。沈总，查到了，在哪儿？被一个客人给拿走了，我已经安排人去追了。好。调动沈家所有人力物力，以最快的速度给我找到宁轩。沈总，沈氏股价暴跌，如果现在调动那么多人力，我怕不惜一切代价，就算集团破产，我也要找到宁轩。宁轩，5年了，你到底在哪儿？沈总，查到那个白色盒子的下落了。在哪儿？在之前参加订婚宴的一个老夫人家里。那位老夫人离开宴会后就回了老家宁县，所以我们找了5年才找到。宁县，宁轩的老家。是啊，没想到会那么巧。走，我们现在就过去。爸，我已经带着妈的骨灰盒，完成了5年的环球旅行，还在旅行中结识了若初。3天后就是我和若初的婚礼，希望你和妈能祝福我们。既然那位老夫人不在，我们就来看看宁轩父亲。转眼都3个月没过来。沈总，你每年都要来几次墓地看宁轩他爸，这份孝心要是他知道了，不知道得有多感动。宁轩，宁轩，宁轩，沈木林，我们5年前就已经结束了，请你自重。宁轩，当初拿刀逼你删微博，是我不对。顾言之已经进去了，我也知道错了。我苦等了你5年，你也该消气了吧？阿轩，这位是。宁轩，你有新女朋友？是，我们已经在一起3年了。你好，我是阿轩的未婚妻，他之前跟我提起过你。
今日一见，果然很漂亮。宁轩，我们7年的感情，你说放下就放下？是啊，放下了。现在我的心里只有若初。宁轩，你知不知道沈总足足等了你5年？他工作繁忙，他每年都要来这里几次。但是你呢？你不仅失踪了5年，竟然这么快就找到了新欢。我说过了，我们5年前就已经结束了。他愿意等是他的事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宁轩，当初我被顾言之蒙骗，对你说了几句重话，你就要绝情到如此地步？我离开的最主要原因不是顾言之，看来我给你留的盒子，你始终都没有打开。你不是要我通过盒子里的线索找到你吗？以你的性格，我再怎么说也没有用。回去找那个盒子，看看里面的东西吧。你对我的伤害，这辈子都无法原谅。林雪，沈总，这种男人根本不值得你交付真心。以你的条件，完全可以找到更好的。不行，我得看看那盒子里到底是什么。那个老妇人什么时候回来？说是要出去几天，我已经让人在她家门口守着了。等她回来，马上让人把东西拿给我。好。昨日见到沈小姐，我能看得出你还爱着阿轩。今天叫我过来，想必也是为了他吧？我查过了，夏小姐家境普通，宁轩现在也没有工作。你们出去旅行5年，花光了几乎所有的积蓄。这张卡里有3000万，离开宁轩，这些钱都是你的。沈小姐，如果您今天找我过来，只是为了拿这些钱来羞辱我，我想我们没有必要聊下去了。告辞。等等，你也知道，我和宁轩7年的感情，当初分开也只是因为一场误会。即便你们结婚了，你就不怕他和我旧情复燃，婚内出轨？婚内出轨，宁轩在订婚之前都已经跟我说过了。我想他即便真的婚内出轨，那出轨对象也绝对不可能是你。你什么意思？你对宁轩造成的伤害，没有丝毫的挽回可能。顾言之已经进去了，虽然当初因为顾言之伤了宁轩的心，但是远没有到无法挽回的地步。这么自信的吗？那您尽可以试试。告辞。哎，你干什么？你要陷害我？若初，你怎么样？没事，我可能就是在国外待久了，有点水土不服。走，我带你去医院。平时不语，非要在我面前语，真以为我看不出来你的小把戏？既然你这么自信，我就让你看看，我和宁轩7年的感情，不是你能轻易插足的。过几天带你全国旅游，跟我约。我想去大理。你来干什么？宁轩，要不是我贸然约若初，他也不会晕倒。这是我煲的淮山鸡汤，我熬了好几个小时，你们尝尝。沈木离娇生惯养，从小到大没下过厨房。现在是早上7点，这鸡汤熬了几个小时，也就是说，他昨晚基本没睡觉。沈木离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你们喝点吧。我们已经分手5年了，后天我就要和若初结婚了。你有你自己的工作和生活，别再来打扰我了。好。
理我的。石若初呢？奇怪，那个人还在呢。喂。 好，你不要伤害他，我马上带着钱过去。往前。喂，110吗？入书，站住！别动！无风，明明我有被绑，为什么你紧张的人不是我？难道你心里就只有他？钱我已经带来了，你们不要伤害若初。 上去人！若初，别怕，很快就没事了。只要有你在，我不怕的。宁轩，你现在眼里就只有他吗？现在，我只爱若初。我不信。老大，听说这两个你都喜欢啊？200万只能救一个，要救哪个？你挑吧。宁轩，我和你7年的感情，再加上我苦等你5年，我们12年的情分，你真的就能这么轻易放下？阿轩，如果你真的爱他，即便选他，我也不会怪你的。你退为进了。 你以为宁轩能受你蒙骗？我选若初。宁轩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你确定要放弃他？一旦你放弃，他可不一定能活着离开。我确定。换人。若初，没事了，已经没事了。 宁轩，宁轩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哎，沈总，人家2个人你侬我侬的，你就别去添乱了。放心，哥们儿几个会好好服你的。你们要干什么？之前说好的。 无论凌轩选哪个，都不会伤害你们反悔。我们是说好了呀，可是哥儿几个还没开过荤呢。现在有你这个现成的，我们不开婚，你说是不是白帮你一趟啊？啊！不要给我！之前都说好了，事后会给你们500万，你不要钱了。钱我要，等我们爽完了，你让人赶过来，不然我弄死你。放心。 我们哥儿几个会好好照顾你的。来吧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这么的，老子给你脸了，按着！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？那就别怪老子不怜香惜玉了。放开我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 把他丢下，真的没事吗？你们2个人一起背吧，哪有那么巧的事？放心吧，那些人不会伤害他。你也觉得他和绑匪是一伙的？这不是很显而易见的事吗？走吧。打电话让人送1000万过来。没钱，你杀了我。 你真当老子不敢杀了你啊！啊！操！有小子报警了，快走！别怕，没事了。我们的人已经去追了，那些绑匪是跑不掉的。谁报的警？受害者接到电话的时候，刚好医院的护士听到了，
是护士报的警，但是他给的信息有误，抱歉，我们来晚了。真狠！我们7年的感情，你离开以后连警都懒得报。不原谅你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！莫离，是你帮我办的家事吗？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有我。在里面受苦了吧？当初要不是宁轩，你也不会。宁轩让我在里边受了5年的罪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的。莫离，我知道我现在已经配不上你了。如果你有需要什么帮忙的话，你跟我说，我一定会尽力帮你的。没什么需要的。这个车是给你的，一会儿我带你去给你准备的房子。穆离，谢谢你。咱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别说什么谢不谢。哦，对了，这是给你准备的房间。你对我真好，我现在想起来，当初我对你做的事儿，我简直就是猪狗不如，我不要脸，我5年了，都过去了。据悉，沈氏集团总裁沈木离昨日遭遇绑架，沈木离未婚夫宁轩得到消息后并未报警，导致沈木离遭遇数人侵犯。以下来看详细报道。新闻上说的都是真的。昨天被绑的除了我，还有他的未婚妻。绑匪让他2选1，他选了他未婚妻。我以为他出去以后会帮我报警，但是或许当初为了救你，伤了他的心。穆离，我本来就不会放过宁轩，他现在又干出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，我一定不会让他好死。宁轩，今天是你的婚礼，但你就因为5年前那点小事让我遭遇那样的屈辱，那我今天就让你在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候被车撞死。沈总，那位老夫人回家了，这是5年前她拿走的那个盒子。虽然里面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，但是打开看看，也没什么显示。死亡证明，1月28日，死于心脏骤停。沈总，不会这个，不会这个。1月28日，正好是除夕那天。这么冷的天，你也看到我妈穿了什么？她有心脏病，经不起这个冻。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阿姨有心脏病，我不该不顾零下10几度的天气，把她丢在冰天雪地里。这是妈的！什么可是不可是的？阿姨这么大人了，小姐，宁轩当时给我打过电话的，我竟然以为是阿姨心里不满，还说她矫情。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都是我的错，沈总，沈总，宁轩他妈本来就有心脏病，就是意外犯病，跟您没关系的。不是的，我这里有急救设备，如果当时我开车回去，阿姨可能就不会死。可是我当时把宁轩拉黑了，他当时有多绝望？是我害死了阿姨，阿姨死了。我竟然还责怪宁轩晚宴失约，我简直不是！什么？好，我知道了。沈总，宁轩的婚车被撞，现在人被送去抢救了。宁轩，
顾言之开车去撞宁轩了。医院，我要去医院。沈总，您现在状态不适合自己开车，我送您去吧。阿轩，你醒了。幸好我婚车的车速不快，那个司机反应比较及时，只是有点轻微的脑震荡。医生说再观察2天就可以出院了。那辆撞过来的车里，我好像看见顾言之。顾言之，他不是在坐牢吗？我之前是在坐，没想到吧，这么快就又见面。所以那场车祸，就是你为了报复。不然呢？如果不是你派人调查我，就不会有人发现我挪用公款，我也不用坐5年的牢。你甚至还伤害宁轩，该死！到底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当然是来杀他的。既然你护着他，就一起去死吧！不要！穆离，穆离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，穆离？穆离，穆离，穆离！穆离。顾言之因为故意杀人罪被判了死刑，今日就是他执行的日子。阿轩，如果我没有出现在你身边，你会选择沈木离吗？不会。为什么？因为从我母亲去世的那一天起，我对沈木离的爱就已经永远封存了。